下课钟声响起，大家在跟老师道谢以后，纷纷的往教室外狂奔而去。但这时候老师简单的环视一下教室，却看到狐狸猫还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原来这时候的狐狸猫啊，它的心中感到有一些困惑。它对于老师刚刚上课提到的其中一个概念，还是觉得有点模糊，那就是老师刚刚说反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但到底在这过程当中节省了什么时间呢？老师听完啊，笑了一笑，接着说：全班同学里面啊，就你最好奇了。如果说要知道节省了什么时间，就必须要从头说起。在之前也学到了，我们的人体从受气接受刺激到动气产生反应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称为反应时间。所以啊，不管是意识行为和反射动作，都有它的反应时间。而反射动作则是为了避免身体发生严重的伤害，所以它的反应时间会更短。而在产生反射动作的过程当中，也的确帮我们节省了最宝贵的那0点几秒的时间哦。也是因为这样，才能帮助我们逃离危险哦。下列关于反应时间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反应时间是指从受气接受刺激到动气产生反应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B. 反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节省脑力，争取时间。C. 意识行为所需的反应时间比反射动作还要短。答案是 A。老师接着说，而且啊，狐狸猫，你知道吗？我们的意识行为的反应时间是可以经过练习而缩短的哦。举例来说，像是短跑选手，其实经过长久而且持续的练习，他们跑步的秒数是会缩短的。不过要注意哦，反射动作是没有办法靠练习缩短反应时间的哦。老师说完以后，便匆匆的往下个班级移动去上课了。但狐狸猫心中还有2个疑问，那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简单的测量自己的反应时间呢？还有，难道每个人的反应时间都是一样的吗？虽然老师说下一堂课会有反应时间的观察实验，但狐狸猫心中是既困惑又感到好奇啊。不过，它也只能慢慢的等待下一堂生物课的到来。期待的上课钟声又响起，还没等到老师讲话，狐狸猫便举手说：老师，我们赶快来做反应时间的测定活动吧。老师看到狐狸猫这么的踊跃，就请他上台准备当这次实验课的示范同学。没错，我们上次也说了，这堂课要来做反应时间的测定实验。而且啊，我们这堂课要准备的东西很简单，只要一支尺、一支笔、一张距离与时间的对照表，以及你们的实验记录簿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请狐狸猫来示范给大家看吧。首先，我们要拿出一支30公分的直尺，请狐狸猫将食指与拇指张开约3公分宽，尺放在2根手指的中间，然后将手指上方对其直尺刻度为0的位置。不过要注意哦，这里有几个操作重点，像是这时候你们的手指头不能碰到直尺哦。当老师把尺放掉的时候，狐狸猫看到直尺掉下去的瞬间，要立刻用拇指跟食指夹住直尺。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手指上方握住直尺的刻度显示是几公分。这个动作每个人都要重复做5次哦，而且还要记得每一次做完就要把数据填写在实验记录簿中。就这样，在老师的细心叮咛之后，大家便开始了各自的观察实验之旅。好啦，还有人没有做完观察实验的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实验记录簿吧。我们请狐狸猫来分享一下它的5次实验的结果分别是几公分呢？好的，老师，我的5次实验结果分别是20、24、22、
28、22公分。谢谢狐狸猫的分享。不过老师有问题想要问你，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实验要观察5次呢？哦，我知道，5次实验的意思应该是可以让我们在这5次当中挑一次距离最短的，当做我们个人最短的反应时间哦。好的，谢谢狐狸猫的答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哦。这边老师想要先问问大家，你们有人5次测定的数字都是一样的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会做5次观察实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次的实验测量值其实都会不太一样，所以要做多次的实验，然后取平均值，才能够客观的代表个人的反应时间哦。所以刚才狐狸猫的5次实验数据要加起来除以5，才会是它实际上的抓尺的平均距离。我们可以得到是 23.2 公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运用查表知道，狐狸猫的反应时间大概是在 0.21 到 0.22 秒之间。那同学们，你要记得去完成自己后续的平均跟查表哦。下列关于反应时间的观察实验叙述何者正确 ？A. 从实验数据中选出距离最短的一次，查表后相对应的数据就是反应时间。B. 我们需要做多次观察，并且取平均，才能客观地呈现反应时间。C. 实验测出的5次数值不同，表示反应时间无法测量。答案是 B。做完实验以后老师想请问一下大家，你们每个人的平均反应时间是一样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显而易见是不同的。那为什么每个人的反应时间是不同的呢？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像是每个人可能专注度不一样，神经元的长度也不同，甚至我们手部肌肉的灵活度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动作的反应时间哦。哦，原来如此，真的是长知识嘞。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看到直尺掉落，再用手接尺的神经传导途径，首先会由受器，也就是我们的眼睛接受讯息，然后感觉神经元会将讯息传递到我们的大脑，大脑做出要接尺的这个指令讯息，接着传到我们的脊髓，再借由运动神经元传递至我们的动器，也就是手部肌肉，产生动作。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A. 在接尺实验中，受器指的是手部的肌肉。B. 反应时间的长短只跟我们的神经元传导速度有关。C. 每个人的反应时间并不会相同。答案是 C。一样，在下课前，我们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1. 反应时间是指从受器接受刺激到动器产生反应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2. 反应时间的测定应测量多次并取平均值。3. 意识行为可经由练习而使反应时间缩短。除了这堂课学到的接直尺的观察，在我们生活周遭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观察每个人的反应时间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哦。那就这样，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